一天时间，一份声明，伊朗最重要的一条经济生命线没了。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看到这一幕，伊朗心态崩了。伊朗以为自己打得越狠，就会倒逼美国的盟友向美国施压。结果呢，没有一个国家骂美国，但所有人都在骂伊朗。伊朗打了半年，打出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四面楚歌。如果你回过头来看伊朗的反击，你会发现，伊朗的每一发导弹打的其实都是自己的退路。时间拉回到2月28日，美伊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这次打击中身亡，最高领袖直接被定点清除。伊朗当然要反击，但现实很残酷，所有人心里都无比清楚一个事实：正面硬刚美国完全是以卵击石，根本没有任何胜算。论常规军力、现代化武器、海空作战体系，伊朗和美国存在代差；论经济体量、全球话语权、战争续航能力，双方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正面决战只会加速伊朗政权崩盘、国土沦陷，没有第二种结果。打又打不过，忍又忍不了，那怎么办？伊朗想出了一招：围点打援。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我打不过美国，但你美国在中东这一圈的盟友、军事基地我够得着。美国在中东布局多年，到处都是美军基地、驻军和军事设施，这些都是美国扎根中东的软肋和手脚。美国在沙特有兵，在卡塔尔有空军基地，在巴林有第5舰队。行，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打。伊朗打的算盘是，我制造的麻烦越大，你美国这些盟友哭得越惨，他们就会反过来给你美国施压，逼着你赶紧收手谈判。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以战逼和。我们可以看看这半年来伊朗对中东其他国家的攻势，感受一下这场伊朗打击的密度。2月28日当天，伊朗革命卫队一天之内向卡塔尔发射了65枚导弹、12架自杀式无人机，同时把阿联酋、巴林、科威特、沙特全都轰了一遍，甚至连一直保持中立的阿曼这次也被顺手卷了进去，成了第一次遭伊朗袭击的国家。3月2号，伊朗革命卫队又发起新轮反击，一口气向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多个目标发射了5枚弹道导弹、26架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科威特的美国阿里夫坚军营、阿联酋一处空军基地的美国军事指挥控制中心、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设施，还有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一艘油轮。这一阶段，伊朗主要瞄准的还是美军驻扎的基地、指挥中心这些纯军事目标。但随着冲突不断升级，伊朗打击范围开始向外蔓延，不再局限于军事据点，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民生基础设施也被卷入战火当中。7月17号，科威特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厂区起火。仅仅隔了一天，7月18号，又一座发电厂和水厂被炸，科威特石油公司的一处设施也遭到袭击，造成严重物质损失和人员受伤。短短3天之内，科威特的发电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接连挨炸。而约旦这边更夸张，美军基地5天之内被打了整整4次。到了8月份，打击范围又进一步扩大。8月17号，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的个人办公室以及当地情报机构负责人的住所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从2月底到8月，整整半年时间，伊朗对周边9个国家反复出手，发动了数百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卡塔尔、巴林、科威特、沙特、约旦、伊拉克这几个无一例外都有美军驻扎。伊朗的逻辑很明显，我把你美国的整个中东盟友体系搅得鸡犬不宁，你美国总得算算成本吧，总得考虑坐下来谈吧。可惜美国压根儿没照这个剧本走，伊朗赌错了美国的战略定力，也赌错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底层规则，这一错直接满盘皆输。面对伊朗半年无休止的乱打，美国的态度从头到尾只有4个字：不为所动。既没有因为盟友挨炸而妥协谈判，也没有冲动下场和伊朗正面决战，反而抓住伊朗主动制造动荡的把柄，开启了越闹越制裁、越打越封锁的极限高压模式。8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已经在接受 Newsmax 采访时放出风声，说下周将对伊朗宣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还特别强调这将是经济孤立手段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组合拳。同一天，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在巴拿马公开表示，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因为可以像一直以来那样让舰艇轮调进出，持续封锁下去。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这证明美国不但不打算收手，反而准备正式把经济战推向新高度。紧接着8月1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要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还给这个行动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经济领域的 D-Day。这个 D-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日的意思。这个词用得很有画面感，说明美国要全力以赴，不留余地了。特朗普还特别点明，任何国家只要放任自己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政府部门给伊朗提供哪怕一点点生存支援，都要承担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只有走私、货币互换额度、现金转账、汇兑机构、船舶注册、空壳公司，这些伊朗过去用来规避制裁的手段，被特朗普一条一条点名，要求立刻全部停止。伊朗越是打邻居，美国越是不接招，反而借着这个由头，把制裁和封锁的力度一步步往上加。伊朗想用添乱换让步，结果换来的是美国的以打促打策略，你闹得越厉害，我制裁得越紧。伊朗这一局的算盘实打实的落空了。并且比美国加码制裁更致命的是，中东所有邻国集体抛弃伊朗，这也是伊朗走向全面孤立的核心关键。伊朗打邻居本意是想让邻居去给美国施压，但现实是这些中东国家根本不可能反过来指责美国。这些国家安全从根源上完全绑定美国的军事保护。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之所以能长期安稳发展，免于战乱，完全依靠美军驻扎斗地，美国军事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底气，也绝对不敢指责美国不作为。得罪美国就等于丢掉唯一的安全靠山，在动荡的中东只会死得更快更惨。那中东这些国家的怨气往哪儿发泄？最后还是伊朗。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就会让邻国对美国的依赖更深一分，对伊朗的怨恨更重一分。时间一长，这些国家只会更加靠拢美国，而不是疏远美国。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伊朗手里不是还有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吗？掌握全球能源命脉，难道不能倒逼各国让步吗？但这张牌没有伊朗想象中那么好用。确实，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手上分量最重的筹码，它承担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量，还有大约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伊朗只要一声令下要封锁，全球油价立马跟着抖三抖。伊朗也确实这么干了，而且还利用得很彻底。3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放话，绝不允许哪怕一升石油在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也在社交平台表态，任何想要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许可。3月27号，革命卫队再次警告，声称海峡现在关闭，任何试图穿越的船舶都将面临严厉措施。到6月20号，伊朗又一次宣布关闭。半年时间里，这套关闭、宣布重开、再关闭的剧情反复上演了好几轮。从数据上确实一度非常吓人。在2月28号第一次全面管控之后的10天内，海峡的日间通行船只一度只有77艘，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应该是1229艘，通航量暴跌了93.7%。到6月那一轮，海峡日均通航量更是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骤降到不足10艘，跌幅超过90%。大量商船滞留波斯湾，全球油价一度从$70一桶飙升。听起来伊朗这张牌确实很硬，对不对？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儿。6月20号，伊朗刚宣布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就出面否认海峡已经实际关闭，说当天仍有55艘商船通过，运输了超过1700万桶石油。这说明什么？说明伊朗嘴上说的封锁，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姿态性的威慑。要把这么一条国际航道彻底物理封死，需要长期大规模的布雷、部署舰艇和岸基导弹，进行实打实的拦截和攻击行动。伊朗的海军力量和美国第5舰队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真要硬碰硬的长期对峙，伊朗大概率扛不住这种消耗。所以说，伊朗嘴上喊封锁，但更多时候是一种姿态性的威慑手段，靠反复的警告和局部行动制造紧张情绪，给国际社会施压。但真正做到把这条彻底堵死，代价远远超过伊朗能承受的范围。而且话又说回来，伊朗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就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面围一圈封锁伊朗吗？霍尔木兹海峡可不是只运别人的油，伊朗自己最大的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出口原油同样得经过这条海峡。今年4月开始，美军就在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据估算，这项海上封锁能影响每天大约200万桶伊朗石油的运输。这项封锁在6月中旬曾一度解除，但在商船遭到一系列袭击后又重新收紧。到7月，封锁重新实施后，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油轮活动一度接近停摆。路透社分析指出，这项措施直接切断了德黑兰主要的硬通货来源。
进一步加重了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在战争期间已经遭受的经济损失。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伊朗用海峡封锁卡全世界的脖子，美国用港口封锁反过来卡伊朗的脖子。时间拖得越久，伊朗手里这张牌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小。伊朗封锁海峡的这半年来，各方已经摸清了伊朗的底牌，甚至开始绕开伊朗，自己找退路了。最典型的就是阿曼那条通道。阿曼和伊朗分处霍尔木兹海峡两侧，这半年国际社会一直在推动伊朗和阿曼就恢复商业航运达成协议，想通过阿曼那一侧开辟出一条相对安全的航运走廊，绕开伊朗直接控制的区域。而伊朗自己心里也清楚这张牌正在贬值，所以新任命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才会放话，说即便伊朗和阿曼就航运走廊达成协议，也绝不等于伊朗就要全面重开海峡。说白了，就是既想保留随时能封锁的威慑姿态，又不想让外界真觉得这道封锁已经名存实亡。如果说前面几点都只是伊朗在一步一步走向孤立，只是量变的积累，那阿联酋的这一刀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质变时刻。阿联酋对伊朗来说根本不是一个普通贸易伙伴，而是伊朗规避国际制裁体系的核心生命线。我们来看几个数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过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过71亿美元。更关键的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马克·吉米特的说法，阿联酋已经成为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大约1/3的进口商品都需要经过迪拜中转。伊朗过去几十年在阿联酋搭建了极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和人脉关系，通过迪拜的自由贸易区金融中心，把大量受制裁的商品和资金绕道运进伊朗。这也是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这次阿联酋的禁运杀伤力可能超过美国本身的制裁。而就在2个月前，也就是今年6月，美伊之间还一度出现缓和迹象，阿联酋和伊朗的高层安全官员还在面对面会谈，两国外长还在通电话，7月份直飞航班都恢复了。结果这一切全部归零。阿联酋国防部18日称，阿联酋防空系统检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入其领海。伊朗这几个月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外交缓和成果，就这么被一次导弹袭击亲手葬送了。而这个通道一旦被切断，伊朗短期内几乎找不到规模相当的替代方案来填补。毕竟阿联酋这套贸易金融网络是几十年时间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不是换个国家就能简单复制的。这是伊朗几十年积累的唯一逃生通道，但是现在却被自己亲手彻底炸毁。所以火力军说是伊朗正在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说到底，伊朗这场长达半年的斗争从开局就注定了败局。他以为强硬威慑能换来谈判，高频打击能逼来妥协，却完全忽略了所有无差别的区域冲突最终消耗的都是自己的人脉、信誉和生存空间。如今的伊朗军事上陷入敢打不敢决战的尴尬局面，空有反击姿态，却无力撼动美国的地位。地缘上彻底失去中东圈层信任，周边再无缓冲盟友，经济上更是遭遇致命打击。国内物资补给、外汇流转、石油出口全线承压，没有人能困住伊朗，除了伊朗自己。伊朗的孤立从来不是被动承受的命运，而是主动选择的结局。那么你怎么看伊朗这半年的选择？是一步险棋走对了方向却运气不好，还是从一开始战略就走错了？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